当雷声再次响起时，那里加马兵毛病。此时的阿德被困中国利亚荒原，他知道河流变黄是一种非常不好的。现在的他必须要远离河道，快速下山寻找。正当他跑到半山腰时，他发现了一块巨石下的夹缝，刚好可以让他藏身。巨石背靠大山，脚下就是平沟，天然的掩体可以帮他抵挡山坡上的落石。阿德认为这里足够安全，于是他拿出防雨布，准备将其改造，将这里当作临时庇护所，等雨停后再出发。如果今天你所在的地区也在下雨，那你就在评论区致一声，或者打出来一个雨伞的表情。据说好一点的设备打出来的雨伞上会没有问题，有的就没有。我看看谁和我的雨伞一样。此时外面的雨越来越大，他感觉今天可能要在这里过夜。于是他从背包拿出了毯，铺在了潮湿的地面上。但如果想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下生存，他就必须要搭建出取暖的设施。长期身体潮湿可能会导致失温，这在野外生存中是非常危险的。为了防止这情况出现，他开始在门口制作壁炉。看样子，这地方有过被火烧的痕迹。阿德猜测他并不是住在这里的第一个人。这一次，他要使用一种特殊的建造方式，让壁炉成为自动暖风机，将干燥的暖风持续吹入壁炉。他顶着大风在山上拉回来一棵干树枝，然后开始将其分割当作柴火。紧接着，他就将柴火放进壁炉内，并将其看到了火光，他感觉终于又看到了新的希望。壁炉虽然建造在庇护所外，但是它的庇护所属于窝风处。这种建造方式会让外面吹进来的寒风通过壁炉的高温变成暖气，再吹进庇护所，并在里面形成循环。这会让他睡觉的地方既干燥又舒适。趁着现在雨开始慢慢的变小，他脱掉了雨衣，躲在里面开始烘干身体。背包里他带的豆子罐头含有很多的辣椒粉，这也是他在寒冷天气下能够驱寒的关键食物。罐头加热之后就可以直接食用。现在的雨基本已经停了，阿德只希望夜晚不要再迎来更大的暴风雨就好。吃上一口热乎的罐头，辣辣的味道让他的身体瞬间就暖和了起来。转眼间夜幕降临，他脱掉鞋子钻进了庇护所。此时外面的雷声又开始由远至近的响起，不过已经2天没有好好休息的阿德现在已经很困了。他脱掉了上衣，钻进了睡袋。尽管雷声持续，雨滴也开始掉落，但躲在庇护所里的阿德感觉很舒服，可能是太累了。刚躺下没一会儿，他就进入了深度的睡眠。